母妃放心，儿臣一定会平安回京。回来后，儿臣就娶个王妃成家，可好？他找件好事来安慰自己的母妃，或许回京就能够娶他心心念念的丫头了吧？那也要你有命才能娶啊！如果能平安回来，你说的要娶王妃。儿臣答应母妃，回来就成亲，母妃就不要担心儿臣了。行，浩儿说话算话。儿臣答应母妃的事情，什么时候食言过？那倒没有。梁嬷嬷，你去我店内取我荣家的金萱丸过来，多拿几粒。是。梁嬷嬷领命，速速去取了3粒金萱丸，递给了荣贵妃。浩儿，你从小一直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既然选择去守护一方百姓，母妃自然也支持你。你已长大成人，母妃管不了你了，只希望你此去能平安归来。这3粒金萱丸是我们荣家最好的救命药，如果你不小心中了天花，可以救你一命。不管怎样，不要累着自己。记住，你还有父皇母妃在上京城等你凯旋归来。走吧，平安回来。慕容浩拿着3粒金萱丹，最后看了看他的母妃，深深的鞠了一躬，然后他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浩儿，要平安回来。慕容浩出了宫门之后，匆忙打马出城而去，去了东御林军的军营。你今晚给本王调出1万士兵，明日本王带这些士兵到禁卫城。是，今晚本将会集结完成，八殿下放心。下去吧，为本王传晚膳。本王今晚用完晚膳，处理些军务再回城。表哥，你此去禁卫城是为了表嫂吧？本王不想她出事。值得吗？那可是天花，大家谈之变色的天花呀。她值得，她救过本王2次，如果她要本王的命，本王也愿意给她。慕容浩已将凌云熙爱入骨髓，凌云熙那么好，他值得他的爱。你母妃肯定很不舍吧？刚刚本王去见过母妃了，她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本王不想。表哥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我为你守好东岳林军。有劳你了。说完，晚膳已经传了上来，荣子凡陪着他用了一个离别的晚膳。慕容浩用完了晚膳之后，就回到了他的灵府。最近他一直和凌云熙住在兰心阁，里面有很多他用过的东西，他今晚要回来准备一些东西。坐在凌云熙的床榻上，看到昨晚让他痴迷的小黑裙整整齐齐的被他折叠好放在床头，他拿起小黑裙在手里看了看。凌云熙把它放在床头，想来今晚还会穿给他看的吧。看着手里的小黑裙，没有丫头穿着，也就只是一件衣服而已，没让他浮想联翩。原来这一切的幸福都是要有凌云熙才会变得有意义，没有凌云熙在，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无趣。丫头，你现在还好吗？等着本王，不要有事。慕容浩自言自语，凌云熙第一次出远门，也不知道他是否能适应，他还真是有些担心。慕容浩走进浴房，自己沐浴更衣，弄干了头发之后，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做，闻着凌云熙枕头上独有的香气，缓缓地睡去。凌云熙和天二天三打马出城之后，一路就赶往了禁卫城。虽然禁卫城不远，但是骑马和排队过各个关卡速度就慢了下来。才赶了没多远的路，天色就已经暗下来了。主子，我们还是找一个地方露营吧。天暗下来后，路看不清，马很容易走错路。他勒住了缰绳。好吧，今晚只能先露宿外面了。明日晚上我们看看有没有客栈，再找个客栈住下。天二看此处刚好有河流，这里取水方便，他建议凌云熙就地露营。3人一起坐在篝火旁。凌云熙看2个暗卫很是拘谨，他笑道：来，你们2位小伙子还在长身体，要多吃肉，日后长高些好娶媳妇儿。哼，这边好吃的，我们这边走。凌云熙转头看向来人，只见慕容琦拉着一匹白马走到了他们跟前儿。慕容琦看他坐在火堆前正在分着烤肉，那味道是真的很香。他悄悄地咽了咽口水。
慕容琪把马交给护卫，坐在三人旁。天二和天三见到慕容琪，行了一礼，他们就想离开。你们俩是我的人，别老是人家一来就要走开。我们吃我们的，他看着就好。多谢主子。不用那么客气，我们在外面没有什么主子下人，我们是朋友，多吃点。说完，林云熙自己也拿起一块鸡腿吃了起来。林姑娘，你这些烤肉闻着很香，要不本世子出个价钱，买一些，如何？买一些，这些都不够我们吃的，我可不卖。本姑娘现在也不差钱。林云熙今日累了，不想再动手。慕容琪不放弃，继续努力。出门在外都是朋友，要不姑娘考虑一下？林云熙好奇，这贵公子大晚上到这个地方来，他是要去哪儿啊？西公子，你大晚上不在上京城，这是要去哪儿？去精卫城。林云熙没想到他这种贵公子也敢去那地方。他们一路出来，只要一提到精卫城，很多人就害怕。这闲散世子倒是敢去，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了。七公子，你现在去精卫城就不怕吗？那边正流行天花病呢。姑娘也是去精卫城了吧？去看看那边的情况。那姑娘不怕，本世子怕什么？那齐公子之前得过天花吗？没得过。那你这次去真危险了。难道姑娘得过天花？本世子看医书说，得过天花的人基本上脸上会长很多麻子，会毁容。姑娘这容貌不像毁的容的。本姑娘还真没得过天花，以后也不会得。林云熙笑盈盈道，他是个现代人，现代人已经发明出了天花疫苗，现代人对天花病毒都已经免疫了。啊，姑娘这么自信啊？当然自信才敢前往，你没得过，要小心了。慕容琪此时肚子饿得咕咕叫起来。你们出门都没带吃的？带了，都是一些干粮。不过闻到你们的烤肉很香，就想看看能不能买一份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吃干粮也是可以的。好吧，算你们好运遇到我了。一只兔子5两银子。5两银子啊？林姑娘，你这价格和抢劫没什么区别吧？大哥，我还要去给你抓兔子，还要给你人工烤，这些都是要精力的。你不吃拉倒，我还不愿意烤呢。吃你的干粮去吧。你真是掉进钱眼里了。慕容琪气地咬下了一口银牙，他看了看他们3人吃的烤肉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袖带，最后他看向了护卫。你能烤出他们这么香的烤肉吗？护卫看林云熙满地的调味料，老实的回答：回世子，属下没有那么多调料，应该不行。慕容琪今日吃了1日的干粮了，此刻确实是饿了，而且看林云熙那么多调料，他实在是好奇那烤兔肉是什么味道，为何闻着这么的香呢？好吧，那就烤2只吧，给你吃2银子。这是本世子吃过最贵的烤兔子了，真会坐立起价。这真不贵，我烤的肉真的好吃，你放心。要烤的和你们吃的一样香。放心放心，烤的比这只还好吃。林云熙看见银票就开心，他收好银票之后，把脚边2只没有处理过的兔子扔给了慕容琪的护卫。去把这2只兔子处理干净了，我马上烤。护卫听令，乖乖地拎起兔子跑到河边去了。不一会儿功夫，护卫就处理好了兔子，交给了林云熙。只见林云熙娴熟地找到地上的枯枝，穿过2只兔子就开始动起手来。慕容琪这出自皇家的世子，在上京城吃过各种美食，但是今夜这烤兔还真是能勾住他的食欲。看着兔子一点点的烤好，他在一旁问道：林姑娘，好了没？本世子饿了。马上就好，我这不是要保证质量吗？再等等。没一会儿，2只兔子就烤好了。他笑着给他们主仆2人1人1只。好，吃吧。如果还想吃，给钱就给你们烤。慕容琪不理他，接过他的兔子，立马就开吃。这烤兔外焦里嫩，各种调味料的加持，让兔肉特别的香脆鲜美。没想到林姑娘竟有如此烤兔手艺，要不这2日我们一起同路吧？本世子给你钱，你负责我们吃的。本姑娘又不是厨娘，你们身上不是有干粮吗？吃好这顿就行了，那么多要求，本姑娘不奉陪。林姑娘，
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你以为你能进得了精卫城？或者你以为你能直接找到知府，为当地百姓看天花病？我有路引，我会治愈天花，这样也不行？林云熙看了看身旁的天二和天三，两人齐齐摇头。他此时是真的想骂人，他还真忘了这是古代，没有身份地位的人想要见到知府，应该是比登天还难吧？和你一路，你就能带我进城？只要路上林姑娘负责本世子的吃食，进城还是小事一桩的。好吧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行，成交。我给你们做吃的，你带我进城，并找当地知府了解当地的情况。我真能救治天花。好，本世子带你进城，带你见知府。林云熙见他答应，眉眼弯成了月牙。能进城这是好事儿，他突然又想到了什么。七公子，你去精卫城，确定不是捣乱的？天花的传染率很高，你会染上天花的。到时知府大人还要找人照顾你。那林姑娘不还是一样去捣乱的？到时候可没人照顾你。莫非齐公子有什么救治天花的秘方？有也不会告诉你。你抢了本世子的功劳可不好。那方子还不够成熟，他怕林云熙用了反受其害。好吧，作为医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医疗方法，他不想说就算了，到时候不要叫我林云熙救他就行。不想说就不说，到时候不要叫我救你就行。还不知道到时候谁救谁。林云熙摇了摇头，他好言相劝他听，他也管不了那么多，管好自己就行。二，你去河边打点水来烧，我有些口渴。三，这火越来越小了，你去找点干柴来，晚上要一直点火，不然会有野兽来。他在外面不敢叫他们俩天二和天三，只能用数字代替，怕人认出这俩人是慕容浩的暗卫。两人听命，赶紧就按照他的吩咐去忙活了。你也去弄点干柴吧。是。护卫应下后就离开了，两人相对而坐，没有说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慕容琪抬头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林云熙，这一眼让他吓出一身冷汗来。他发现林云熙身后竖立着一只眼镜蛇，那眼镜蛇正吐着蛇信子，悄悄地向林云熙的身后爬过来。那蛇似乎闻到了什么香味，猛地就扑向林云熙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慕容琪一把将他拉了过来，抱在了自己的怀里。他另外一只手一挥剑就砍了过去，在要砍到眼镜蛇的瞬间，眼镜蛇在慕容琪的手背上咬了一口。慕容琪挑起剑一砍，砍断了眼镜蛇的头。他这一系列动作非常之快，快到林云熙都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儿。林云熙突然被他抱住，晃了一下神儿，待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天二、天三和慕容琪的护卫都赶了过来。慕容琪赶忙松开林云熙，关切地看了看他。林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刚刚那蛇……林云熙从刚刚的慌乱中缓过神来，他往身后看了一眼，发现自己的身后有一条被他砍断的蛇。多谢世子相救，我没事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拿着雄黄粉撒一些在我们身旁，蛇怕这东西。天三和天二拿着雄黄粉在火堆旁的空地上撒着。林云熙看了眼旁边的慕容琪，这才注意到他拿着剑的右手上面有2颗蛇咬过的牙印儿，这是眼镜蛇，这蛇可毒了。世子若是再不救治的话，定然是会毒发身亡的。或许是职业习惯，看到有人需要救治，林云熙不假思索拉住他的右手，用嘴急忙吸他被咬的伤口，吸出了他的血吐在了一旁，一口又一口。慕容琪的心突然扑通扑通跳得很快，他从来都是洁身自爱，活了20几年了，从来都没有触碰过任何的女人。他看着林云熙一直为自己吸血，他突然就很感谢刚刚那眼镜蛇咬了他，他才会有如此待遇。他忽然很想时间停在此刻，让他永远为他吸吮他的伤口。旁边的3位护卫看到这一幕，都扭过头去，不敢看二人。天三心里想着，这主子救恭王世子这一幕的动作，他是要记录给王爷呢，还是不记录啊？这还当真是难倒他了。林云熙吸了好几口之后停了下来，从袖袋里拿出一小瓶药粉给慕容琪涂上。好了，手上的血吸的差不多了，你把这药吃了，专门解眼镜蛇蛇毒的。多谢林姑娘。你身上怎么会一直带着解眼镜蛇毒的解药啊？
叫你吃你就吃，哪来这么多问题？再不吃鱼毒也会致命，我也要吃一粒才行。刚刚喂你吸蛇毒，我嘴巴都有点麻了。林云熙说着，又从袖袋里拿出一粒一样的药丸服下了。看慕容琪还在犹豫，林云熙都无语了。齐公子，你快吃药吧，再不吃你真的会死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整个右手有点麻，开始有点痛，还开始有点抖？慕容琪感受自己的右手臂，确实是他说的3种症状。多谢林姑娘的药，我现在就是。慕容琪看了眼身旁的护卫，护卫给他拿了水，放心的吃了药，这才吃下去没多久，右手上的痛感就减缓了很多。林姑娘，你这解毒丸确实不错，我的右手开始有知觉了。是吧？没事就好。刚刚也谢谢世子救了我，我们算扯平了。林姑娘客气了，还是你的药救了我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谢来谢去的了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就先歇下吧。林云熙看向天儿和天三，叮嘱道：“你们俩呢，轮流看着这火堆，别让它灭了，这样野兽不敢靠近。轮流睡吧，不用一直守着。”是。安排好了一切之后，林云熙进入天儿给他搭的帐篷。慕容琪的帐篷也早就搭好了，他的帐篷离林云熙的有1丈远。慕容琪一直偷偷地盯着他的帐篷看，不愿意移开眼。第2日一大早，林云熙最先起来，他到河边洗漱过后，开始在火堆旁捣鼓着什么东西。天二和天三听到他的动静也都醒了，他们陆陆续续地来到河边洗漱了一番后，天三就跳到他的跟前，开心地笑起来：“主子，今早我们吃烤玉米。”天三才说话，慕容琪也醒了，急匆匆的就来到了火堆前，好奇的看着。今日的早膳是什么呀？今早啊，咱们吃烤红薯和烤玉米。红薯、玉米是什么东西啊？这2样都是粮食，你吃了就知道了。林云熙拿了一个红薯，在手里吹了吹，示范给慕容琪主仆2人看如何吃。慕容琪咬下手中的红薯时都惊呆了，这红薯软糯香甜，入口即化，味道特别的好。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粮食？味道很独特，而且方便携带。听闻齐公子有不少产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粮食铺子？有啊，本世子粮食铺子还真不少。那我的粮食产出后，齐公子帮忙卖一些，我们可以合作，如何？你有种红薯？还有这玉米，来尝尝。反正都要推销粮食，一起推销得了。慕容琪接过林云熙的烤玉米，咬了一口之后，又是一个惊艳人的粮食。这玉米也是林姑娘种的？也是我种的，我现在种了不少。这次从金卫城回去，应该差不多可以收割了。我也不打算开那么多粮食铺子，如果世子想合作，可以考虑一下。这2种粮食产量很高。当然可以，这么好的粮食，肯定会为我的粮食铺子提升不少销售额呢。慕容琪想到自己能卖如此奇特而又高产的粮食，他心里甜滋滋的。不就是新增的新项目吗？为何自己如此高兴？行，那我们回到上京城再谈合作的事宜吧。现在先把金卫城的天花解决了。经过了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林云熙发现这个齐公子没有那么针对他了，他也愿意慢慢和慕容琪打交道，这确实是好事儿。他日后粮食会越来越多，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，不是吗？他一边吃着手中的粮食，一边想着自己未来粮食产业能扩大，心里高兴。手上的黑灰不小心就弄上了脸上，慕容琪看到他脸上的黑灰像个小花猫一样，特别的可爱，不自觉伸手为他擦了擦。他这是在干嘛？一旁的天二和天三看到这一幕，他们连忙转过头。经过昨晚眼镜蛇一事，他们主子好像和这位世子相处起来不似以往火药味十足了，他们要如何向王爷交代呀？我的脸脏了，我去洗洗。他逃也似的跑到了河边，通过河水的倒影看到了自己脸上的黑灰，用手洗了洗。他这是害羞了。林云熙定了定神，他自我安慰，慕容琪只是好意，应该没有什么企图吧，反正要一起进城的，不要表现出什么不一样的情绪就好。林云熙看自己脸上没有了黑灰，回到了火堆旁，继续叮嘱：2、3，你们多吃点，不然等一会儿上路了容易饿。主子也多吃点。
一行人用完早膳之后，收拾好行囊，继续打马前行。这边上京城，皇上驾到！慕容浩下了马，和士兵们纷纷跪下行礼。免礼，各位将士，今日你们就要出发赶往精卫城，那是离我们上京城很近的城市。为了避免天花在东胜国大肆传播，我们必须把精卫城的百姓守护好。大家有没有信心守护好精卫城，守护好我们东胜国？有，守护精卫城，守护东胜国。这次带你们出征的是我们东胜国的瑞王，也是朕的儿子。朕希望你们能好好辅佐他，打赢这场天花之战。朕在上京城等你们凯旋归来，先封瑞王为镇京大将军，所有事项都要听命于他，听到了没？遵命。好，这也就不多说了，大军开拔，朕等着你们的好消息，等着大家凯旋平安归来。多谢皇上，皇上放心，我们定不辱使命，凯旋归来。远处宫墙上，荣贵妃一早就来了，她想送送她唯一的儿子，也不知道这一别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了。宫门远处，一辆马车停在角落里，叶诗雨一大早就在这里等着了，他要来送他心心念念的八殿下。浩哥哥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啊！慕容浩骑着马，带着宫里的御医和10000名士兵，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城门。他们径直向精卫城挺进。大军开拔2个时辰之后，慕容浩命大家原地休息用膳。此时天一求见，天一递给慕容浩一张字条，慕容浩认真地看了上面的内容，似有所思。他的丫头目前没事儿，这他就心安了。这边林云熙和慕容琪一行人来到了靠近精卫城的一个小镇，他们想要进镇上去找些吃的，结果来到小镇，发现这镇上所有店铺全都关着门，没有一家营业的。林云熙好奇地看了看街上，几乎没有行人，他突然就发现一个老汉。林云熙上前问道：老伯，这镇上怎么门店全关了？姑娘，你们是外地人吧？我们这个小镇靠近精卫城，现在那边闹天花病，我们这里的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，更没人敢出来做买卖了。林云熙听了是这个脸儿，天花在古代那可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病，有人敢出来做生意才怪了。啊，这镇上是找不到吃的了，我们先找地方落脚吧，最好有和昨夜那样的地方，有小河最好。回主子，有的，属下带主子去。说完，天二打马在前面，带着几人就往前走。不多时，就来到了一处有小河的大树底下。云溪吩咐天二、天三去林中打野鸡或者是野兔，他去河边看看能不能打到鱼。慕容琪也吩咐他的护卫去找干树枝生火，他陪着林云熙来到了小河边。林云熙在现代为学救援，学习过野外生存的技能。他观察着眼前的小河，最后得出结论，这河里有鱼，而且还不少呢。林云熙从袖袋里拿出了伸缩鱼竿，慕容琪安静地站在他的身后不远处，看到这一幕他都惊呆了。这女人的袖袋就和这个女人一样神秘，里面不知为何能装如此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慕容琪在身后突然开口：林姑娘，你这袖袋里为何什么都有啊？林云熙吓了一跳，他以为他身旁没人，结果这慕容琪竟然就站在他的身后。我出门总会带很多东西，看，现在想吃鱼就能钓鱼。就一会儿的功夫，鱼就上钩了，一拉，一条大约3斤重的鱼就被钓了上来。林云熙看他们人多，他勾鱼饵继续钓，一会儿功夫他就钓上来6条鱼。林云熙想着再钓1条就差不多够了。林云熙静静地等着，慕容琪一直在他身后看着他，双眸里有不易察觉的情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水面上的浮标动了，而且这一次力度特别大。林云熙大喜，以他的经验来说，这一次一定是一条大鱼。他开心地拉着鱼竿，发现这次的鱼很重，重得他的伸缩鱼竿都弯成了半弧。七公子，过来帮忙，这次是条大鱼。
慕容琪听到他这话，急忙从他身后抱住。慕容琪的手一直扶着林云熙的手，直到俩人把鱼都拉上了岸。慕容琪此时闻到林云熙身上那独有的兰花香，他的心再一次剧烈跳动，他能够听到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。鱼上了岸，刚刚过于激动的林云熙没有注意到他被人环抱着。此刻林云熙才发现俩人的动作竟是如此的亲密，他急忙挣开。此时天二和天三刚好就拿着打好的兔子和野鸡回来，看到俩人抱在一起，一脸的无奈。他们今早才刚刚送消息给王爷，现在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的主子难道要开始招桃花了？王爷地位不保啊！两名暗卫转过身，给主子平复乱象的空间。啊，好尴尬！这尴尬的场景还被天二和天三看到了，他们不会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慕容浩吧？也许人家是好意帮忙，没有其他意思。还是赶紧做饭吧，赶路要紧。林云熙自我安慰之后，叫来了天二和天三。二三，我钓上来了不少鱼，今日呢，我们做个全鱼宴吧。你们帮忙拿这些鱼到河边处理一下。是，我们这就去。林云熙又好奇地看了眼慕容琪的护卫。这位大哥，认识你一日了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长风。长风，你帮忙生一下火吧，这样大家做饭会快一些。好。慕容琪看着几个人都在忙碌，林云熙没有吩咐事情给他做，他有点小失落。他刚刚急着帮忙拉鱼，不小心冒犯了他，他是生气了吗？林姑娘，我需要做什么吗？为了避免尴尬，林云熙还是假装找点事情给他做。你会处理兔肉和鸡肉吗？会，那我就处理兔肉和鸡肉吧。林云熙好奇，他印象里的皇族应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，慕容浩会做这些粗活，是因为他常年带兵。慕容琪一个闲散世子也会吗？七公子，你确定你会处理这些肉？原来林姑娘这么小看我呀！我可是经常外出的，这些事情是经常做的，就是烤肉做菜，没姑娘你做的好吃而已。那就好，那就有劳了。慕容琪卷起袖子，拿着兔肉和鸡肉到河边处理去了。人多力量大，很快他们几个人就处理好了食材。今日晌午呢，我们就吃鱼，其他的兔肉和鸡肉就先烤好，留着黄昏时吃，这样晚上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。大家没有意见吧？没有。好，那我就开始做饭了。水煮鱼、清蒸鲈鱼、红烧鲤鱼等等，他一口气儿就做了7、8个菜呢。几个人围着林云熙，看他认真做菜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想不到在野外还能够吃到如此丰盛的菜肴。此时，一个声音在一旁响起：“哇，这是什么味道？老夫从来没有吃过的味道，真香啊！姑娘，这些鱼都是你做的？”林云熙也奇怪，这大树林里怎么就突然跳出来一个老人呢？林云熙看了看天二和天三，俩人蓄势以待，准备下手。不用防着老夫，老夫就是一个蹭饭的老头，我吃完就走。林云熙一个眼神儿，天二天三就退下了。这位大爷，你从什么地方出来的？你这样出现有些吓人啊！你别管我从什么地方出来的，老夫今日饿惨了，你这鱼就分我点儿吧。啊！林云熙看他慈眉善目，满头银发，好似不像是什么坏人。想起现代电影里的剧情，说不定人家可是什么得道高人呢，这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。好，既然老人家想吃呢，就和我们一起吧。反正我煮了这么多，多一双筷子而已，不够的话我再去钓鱼。这鱼是你钓的？一条条钓上来的。好，如果一会儿不够，老夫给你弄鱼来，你负责做就行。林云熙看着木碟里的鱼，这么多还不够吃啊！他带着疑惑继续忙活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所有的鱼都做完了。林云熙招呼大家吃饭。几人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，特别是这老人家，这吃饭的动作还当真是快得有些吓人了。林云熙还没吃几口，8个鱼菜就瞬间秒光。几人看了看吃得干干净净的碟子，又看了眼这老人家，都好奇他们这是遇到什么人了。我再去钓几条鱼吧，
我好像还没吃饱。不用钓鱼，老夫来就行。只见他走到河边，运起内力，几人还没有看仔细，河里就升起了像喷泉一样的巨浪，随着巨浪翻滚，一堆鱼就随着巨浪跌落在了河边的草地上。这是什么神仙人物啊？这不就是武侠电影里的情节吗？在古代，真有如此神力之人，武功竟然能如此霸道。我刚刚好像还没看清楚他是怎么做的，那些鱼就被他弄上岸来了。吃惊的不止林云熙，身旁的几位男士也是被这老人的举动惊呆在原地了。你们没有见过有人这样捉鱼的，都看傻了。老人家，您想吃什么口味的鱼？本姑娘今日都给你做。刚刚所有的鱼都再来一遍，如果有其他口味的，都来一遍。好，马上就好。李云熙一脸惊喜，这样的神人定是要伺候好了。就算是他叫做20个菜，今日他也愿意。他吩咐天二和天三去河边处理鱼。慕容奇看了眼长风，示意他也去帮忙。他们处理出一条鱼，李云熙就做一条，老人家就在一旁等着。老人家，能否告诉我您的名号？看你做菜如此美味，告诉你吧，叫我骆老就行。骆老，那以后就叫你骆老。骆老这是要去哪儿呢？你们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难道这骆老昨晚就跟着我们了？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？骆老知道我们要去哪儿？你们难道不是去精卫城？是，我们是去那儿。骆老也要去。老夫有亲戚在精卫城，要过去一趟。李云熙一边做着菜，一边和他聊着。不一会儿功夫，10个鱼菜就又做好了。这回几位年轻男士机灵了，他们二话不说，赶紧夹菜，生怕这些鱼又被这骆老给吃光了。李云熙看着这几位男士的吃相，他真的是很想笑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男人就是养不大的孩子，那抢菜的样子就是小孩子的行为。没一会儿，骆老放下了碗筷，一脸的满足。好久没吃到如此美味的饭菜了，这姑娘不错。骆老看了眼慕容奇，认真道：小子，我是你，我就把她娶回家好好供着，看她长得多好看，还会做一手好菜。慕容奇看了眼前的骆老，又看了看林云熙，只是淡淡的笑着，不回答他的话。这小子是不是傻的？和他说话不回答，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喽。骆老，不要乱点鸳鸯谱，我和这位公子也是刚刚认识，只是认识而已。算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管不着，不过你们要带我进城。难道骆老知道前面的情况？当然知道，现在精卫城只允许当地的百姓自由进入，外地的路引是进不去的。老夫不想麻烦，知道你们可以进城，所以就找你们啦。骆老怎么知道我能进城的？难道昨晚他就一直跟着我们呢？算了，这样的高人总有办法知道他的身份。林姑娘似乎很关照这位老人，能带走一个是一个吧。我们离精卫城还有多远？今日打马过去能到吗？回主子，不远了。如果是今早的速度，今晚黄昏就能到。行，现在外面都没有客栈和酒楼，我们吃饭也麻烦。我们今日下午就打马进城吧。西公子，可以吗？林云熙说着看向了慕容奇。行，我们就今日黄昏进城。骆老，那匹马给你，他们2人1匹马。还是这丫头关心老夫，不过不需要什么马，老夫应该比你们先到城门。骆老笑着，一个飞身就消失在了林中。几人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好一切之后，纷纷打马前行。几人一路打马，走了大约2个多时辰之后，终于来到了精卫城的城门口。此时的精卫城还有百姓通行，看门的守卫都在一一查验百姓们的路引，只要是城中的百姓就可以放行。李云熙一行人下了马，排在百姓的队伍中。此时骆老看到他们，直接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。这骆老果然厉害，
我们骑马那么费劲才到达城门，这洛老难道是用真气飞过来的？洛老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飞过来的？这就不用丫头管了，带老夫进城就行。洛老小声的回复，在城里他可是要隐藏实力。好，我们也是跟着这位公子进城的。排了一会儿，终于轮到他们几人了。录影拿出来。慕容琪递给他录影，守卫上下翻看，发现不是他们精卫城的，摇了摇头。这位公子，现在精卫城不允许其他城的人进入，你们请回吧。那这个腰牌能进吗？守卫接过，他还真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腰牌。喂，你见过这样的腰牌吗？这人是什么身份？另一守卫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黄金腰牌。这大名鼎鼎的皇家身份的腰牌，这两个守卫竟然没见过。要不你们叫知府大人过来，就知道我是谁了。两名守卫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他们在城门查验录影，一直查的都是老百姓的木质录影，最多也就是一些地方官员的铜制录影。现在出现一块黄金腰牌，他们也不知这来人是谁，但是能用黄金做腰牌的人，想也知道这人是非富即贵。两人不敢怠慢，一人急冲冲地往城里面跑去，应该是去找知府大人去了。没多久，一位40多岁的男子急匆匆地向城门跑来，看了一眼慕容琪手上的腰牌之后，立即就下跪行礼。下官李云海见过恭王世子。身后的守卫见状，他们也纷纷跟着跪下行礼。起来吧，本世子就是过来看看精卫城的百姓。李大人，和我说一说现在城里的情况吧。李大人起身，一脸愁容地看着慕容琪。回世子，现在整个精卫城很多百姓都得了天花，很多人需要救治。现在城中许多大夫都被传染，整座城都陷入瘫痪状态。下官如今也得想办法要如何救治百姓。城里的大夫很多都不敢出门，百姓被天花折磨得苦不堪言，不少百姓家里陆续有人死去。不过好消息是，今早下官收到朝廷送来的800里加急消息，皇上已经派了东御林军1万将士支援我们精卫城，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东御林军，那不是慕容浩的军队吗？他难道也要过来？皇上会派自己的儿子过来？希望带兵的将军不是慕容浩。林云熙听着知府和慕容琪的对话，不过他不敢问，这个时候不开口是最好的。朝廷有人过来就好。我们这一行人也是过来帮忙的，我们都懂一些医术，知府大人能否安排一下？世子客气了，跟下官来吧。虽然现在满城的天花，但是府衙里还是可以安排世子一行人的。几人牵着马，一直跟着知府大人往府衙走。一路上，大街上没有什么人。现在的精卫城可以说是人间炼狱，到处都是死气沉沉。李云熙从他的袖带里拿出布制的口罩，递了2个给慕容琪。齐公子，天花是通过空气和接触传播的，这个口罩你要戴上，最好叫知府大人联系精卫城的商家多做些口罩出来，这样能避免大面积的传播。慕容琪接过口罩，看到林云熙已经戴上了，并且分发给了他的2位侍卫洛老和长风，他也配合，自己也戴上。李大人，你也戴上吧，这个能避免天花的传播。你能否联系精卫城的商家制造这样的口罩，这样百姓们能减少被天花传染。李知府看到他们都带这个东西，他也接过来，有样学样的戴到了嘴巴上。下官这就去联系一下，不知如今还有没有商家愿意做这东西。现在百姓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下官尽量安排吧。不多时，一行人就到了府衙。李知府安排了一个院子给一行人，李云熙单独一间房，慕容琪单独一间，其他人都是合住在一起。才安顿下来，洛老就找到林云熙。丫头，多谢你们带老夫进城，老夫有事情要办，先走一步，后会有期。洛老，你这是去哪儿？林云熙还没有问完，洛老就没了身影。他也是很无奈，这高人就是高人哈，来无影去无踪的。林云熙也不再多想洛老的事儿了，还是赶紧去找慕容琪。如今他身份最高，林云熙能给他一些抗天花的建议，希望能够帮到精卫城的百姓。他找到慕容琪的房间，敲了敲门。齐公子在吗？只见慕容琪换了一身宝蓝色的锦衣出来开门。林姑娘有何事？
是不是饿了？我们是来治病救人的，怎么他搞得像旅游一样潇洒肆意？